秋风，我在这儿呢。想好了没有？我不能跟你走。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在快金币呢。我说你别在这儿干了，这里臭门道太多了，立了功还把你关起来。这叫革命纪律，你不懂别瞎扯。上哪儿去啊？姑奶奶走了，舍不得我呀？阿仔，出来追我呀？快来人呐！有人当逃兵了！快来人呐！抓住他！有人当逃兵了！王八蛋！来人呐！来，有人往林子里逃了！逃兵啊！哎，对，朝那边跑，这边走了，对，快追，在那边！站住！别动！梅姐，冯团长来了，在正厅等着呢。冯团长，少奶奶她不在家。没事儿，我在这儿等他。董先生，我还以为是梅子。过来了。能看明白就是好事。我还正想找你聊聊，也许是巧合吧。今天借雪家这块宝地，看看咱们俩能否交交心。马队长已经跟我说过你过来的原因了，我就不多问了。共产党的事情，我多少还知道一些，尤其是民国16年，他们由城市转到乡下之前那一段，什么大众民生，为大多数百姓服务，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信仰。不仅仅是这些，共产党的信仰不是三言两语之间能说清楚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政府还是很愿意宽大为怀的。我知道，当时你也是一时糊涂，才跟上了共产党，以为看到了希望和理想。可是，在山里转了几天之后，才发现这个理想
知道吗？我要喝水。我让里面的人喂我，是他害的我。哎，兄弟，慢慢点看。我不跑，跑不了。嗯。不就是自卫队想跟你们借点粮食吗？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这是借吗？这分明是抢！哪有这样借的？抢，就是借。接得好，让开！让开！把粮食还给人家。团长，你们没有明白马队长的意思，他不是把你们往死路上逼，而是劝大家伙早日和你们参加红军的家属脱离关系，彻底划清界限。只要能这样，这粮食就原封不动地拿回家去。想好了没有？还没想好，没关系，等你们想好了再做决定。只要跟着政府走，这些粮食就可以搁在家里，再也不用拿回来了。
行了行了，放松放松。哎，我突然发现，你最近这中分弄得挺光溜。我自己打。行了，你把这天门口治理的不错，都弄成和平共处的福地了。我们在外面掘地三尺的打仗，你却在这里跟红军家属借粮食，你也想得出来？叫你往独立大队头上泼脏水，这差事你干了个半途而废，还没找你算账。我也杀了一些人，可独立大队太狡猾，他不上当啊！这怪你不够狠。趁着秋收缴结束了，征粮这事儿必须给我办利落。冯团长，你的意思是逼着红军家属交粮？你这个脑袋就不会多转几个圈儿，什么事都想那么简单。有些人的心思就是不愿和红军脱离关系，得让他们主动跳出来，他们自己找死。你也用不着心慈手软。
要进山打仗了？在这10天里，只要独立大队留在天门口的家属自愿与共产党脱离关系，我们都既往不咎，新打的粮食也都可以留下。要是这些人心里还装着共产党，那这些人就得把存粮一粒不剩的都交到教堂里了。董先生识文断字，就由你来登记造册。10天之内。我希望10天之后，教堂里一粒粮食也没有。我要用这教堂成亲办喜事。我希望镇上所有的人都来喝我的喜酒，让整个天门口都跟你董先生一样，脱离共产党。谁答应跟你结婚了？你说谁答应的？你回去问问你女儿倩倩，她还要跟我去扯红布。这回你做不了你女儿的主了。这事儿，我们还得回家商量商量。段三国，你这脚踩2只船的事情干得太多了。我知道你的习性改不了，我就想劝你一句，少干点。段三国，吃饭了。你是最好、最好的好人。杨桃，谁？你可不能上了他的当。林大宇，你怎么进来的？镇上被杀了多少人？你怎么还能相信董崇礼呢？你到底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找董崇礼做坏事的把柄。他现在投靠了马耀子，他是叛徒。他们又不是董先生杀的。他可是第一个来镇子里的共产党。现在他第一个叛变了，你还对他这么好？你脑筋要放明白些。他可是说书的，他的话最靠不住。杨桃，你怎么在？你会骗我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，我只知道傅朗西他们是为我这样的穷人做主的。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？为什么要跟马耀子他们在一起呢？这些话都是谁教你的？没有人教我，是我自己想问的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是为了天门口的老百姓才回来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把行家的铁砂炮给马耀子呢？杨桃啊，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好人？
梅姐是好人，一样是主人。雪大爹和雪大奶天天都要我给他们洗脚，可是梅姐从来都不这样。你区分好人和坏人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大雨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说的那种坏人。董崇礼送来8天后马耀子结婚的消息，我想利用这个变数做更大的文章，但同时董崇礼也要承担更多的风险。你想利用这8天时间打回天门口去？上级对我们天门口苏维埃班子都提出了批评，这主要是因为马耀子占据天门口的时间太长。我们丢失根据地，丢失群众。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想办法打回天门口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情报上可都说了，冯继兴在天门口都溜了兵了。我看这事值得干。马耀子结婚，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打他个措手不及啊！我们等不及了，一定要在上级巡视员到来之前，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天门口。叛徒来了，都快回去！快回去！关门！救路！救路！快回去！关上门！叛徒来了！叛徒来了！王大哥，我知道你家里有人，你劈竹灭片的声音我听得到。我不管你怎么看我，这些话我还是要说。不要去和马耀子拼命，咱们的命拼不起。哼，咱是受苦人，董先生我们高攀不起。咱们这个词，以后你就别在我们家门口说出来。新郎新娘驾到！哎，马队长，马队长，咱得先拜了天地，进了洞房才能看呢。哦，来，手伸出去。接下来干嘛？准备好啊！一拜天地，拜，赶紧拜啊！董先生，高堂，红军家属怎么说呀？夫妻对拜。哎，转过去。老百姓最怕死，我也杀了几个，其实是救了一群，这也算是慈悲吧？啊？若是红军家属都来交粮，完了没？你会不会把天门口的穷人都杀光？你瞎跑什么呀？董先生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到现在没有一个红军家属交粮。我告诉你个坏消息，你走不了了。抓了！别动！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？
因为你跑去给红军家属报信。哎，大人别打脸啊！大禹父亲名叫鲧，倒吐盐水誓不成，战于羽山誓不赖。后生大禹一个人，禹王治水。多年前输救河来至九鼎，凿开黄河龙门口，天下无水不朝东。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啊！当然，办喜事以前我不想杀人，可这些天里，我保证一天都不会让你闲着。怕方继清还是怕傅老西？我他妈谁也不怕！我看你谁都怕！你怕方继清，怕他不相信你反水，你就拼命杀人，证明你的立场；你怕傅老西，怕他只要勾勾手指头，就有人跟着他去拼命。你想杀光所有听他话的人！傅朗西那么大本事，怎么还护不住红军家属，还派你这么个没能耐的人回来？你知道傅朗西最厉害的是什么吗？鞭子！我了解董崇礼，酷刑吓不住他，但他却看不得好人受难，所以我更担心，当敌人残害老百姓时，董崇礼还能不能坚持住？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出去啊？永远记住，不要在黑暗中点着火把走，你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。是不是老董出事了？我一直不相信他会叛变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老董是你介绍入党的，你不会看错人。谢谢你，麦香。董崇礼，你一定要挺住。我后悔了，不该把宪宪和马耀子往一块撮合。可现在宪宪自己动了心，这次爹管不了女儿了。马队长，啊？哎，这件就做旗袍。哎，宪宪，你看看这红的，这红的好看。这红的好看。哎，也不错。这件就做嫁衣。人家还没答应嫁给你呢，你这嫁衣给谁做啊？不是，跟你们家已经提过亲了吗？你爹也没拒绝呀。可我爹也没答应啊，我们全家都不愿意。那你来干什么？他们不愿意，我愿意。你说什么来着？我愿意。我再来一下。好。要是过这种日子多好啊！冯团长老让我杀人。别动。你说什么？谁杀人？这话可不能往外说，传出去，红军家属得搅黄了咱们的喜事。谁说你的话？我家人说了，我嫁给你
思思就得嫁给杭九峰。你说什么？嫁给杭九峰？不行，这事儿你管不着。她嫁给街头要饭的我不管，嫁给杭九峰我就管。我姐要是不嫁给杭九峰，我就不嫁给你。哎，仙仙，仙仙，你不做旗袍了？哎呦，一物降一物啊！你他妈的，刚才在老子女人身上乱摸是吧？没有，马队长。我告诉你，冯团长让我杀人，老子他妈头一个就把你宰了。衣服，晚上给我送段三国家去。马队长，做旗袍得凉吧？来，放高点。马腰子，谁让你把董崇礼抓起来的？马腰子，他董崇礼是卧底。这是我们团长的军令，放人。董崇礼真熟，为了一些不信他的红军家属，受这份罪。不过，共产党好像就是这样。我知道，那些跟我不一条心的人就该露头了。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当着董崇礼的面收拾几个，让他们能活着出去，心里也插上把刀。别过来！他们会开枪的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！马耀子呢？他不在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哎，谁说我不在？谁让你绑董先生的？谁让你绑董先生的？解开！董先生，你要是心里不舒服，想要出出气，就打我。这彩礼钱都收齐了啊！彩礼钱。
看不起你对我这么好。我就喜欢对你好，哪怕我跟你只有一夜。好吃的东西太贪了，以后会不珍惜的。我会一直爱护杨桃的。别太相信承诺，越是期盼的，越是得不到。我看你是嫉妒杨桃，你男人跑了，你就希望所有的人和你一样守活寡。别这样跟梅姐说话。你们这样不好看。